SAE 设计上就是一个老伤独有的对空指令头，在一些垂直跳特别强的角色对局时，可以适当当对策使用。且一伏就完全无敌，并长达17伏。遇到无法防御时的状况，可以拿来做紧急的逃脱，也能拿来作为对策使用。例如金伯利前重角3种派神，毅力3连摸以后硬上正转角，但 OD 上风版的只能用猜的，看不了。还有 R3 的空中普通火是无法动，如果对方位置或时机不对，可以穿过火去抓。而 SAE 的轨迹追及后跳的能力非常优秀，所以对手面对抓的压力时，SAE 也能做出很好的发挥。但是对前跳躲抓就很无力，而且虽然无敌，但是没有打击判定。连段很多时候 OD 空抓伤害也不差，只拿来裸用又很吃手速跟运气，感觉这个 SAE 像不优诶。刚接触玩家的眼中应该曾经都有这疑问吧。但其实 SAE 除了前面所说的功能性以外，它的强大处是后续的追击压力。确实平时刷完后虽然前加7，但是却什么都碰不到。最速的轻指令头也不能直接抓，必须要稍微往前，但是这其实不简单，且遇到中攻击长的更难走。为了抓长的攻击必须早点抓，但早点抓又可能对手没动，或用体感前重角前端压持续挡住-5到-7，距离保护下是安全的，但打到能回馈只是推板用。怕 DI 可以配膝盖骗 DI， 但是这样只是负，所以整体来说 SAE 后跟 OD 空抓很像，直接压制很难用，但 SAE 真正强的是如果用绿冲压制会非常强。绿冲后可以用指令头压起身，而在这跟指令头成对的是膝盖，后走走不掉，挡住了可以再折刷一次，打到是正5到正11，只要别太晚按都能接插喉，而如果打康了就一定能接插喉，只要别太晚出都能来得及反DI，晚出打到空中也直接插喉，甚至有机会恭喜中奖再来一次。谢谢老板。场中绿冲膝盖还是需要一些体感，但角落就不一样咯，可以稳定打到最尖端。SAE 后最速绿冲膝盖一定可以刚好碰到尖端，代表7伏的插喉按太快会形成零反，所以插喉要稍微延迟按才会打到乱动。膝盖后的指令头也要慢一些，但是插喉很怕低反，所以可以配下中手防低反，且因为稳定尖端，打到也一定能接下中手，而下中手接 SA2 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输入方式比较友善，且8伏的下中手是不连防的，但用下中手确认我办不到，只能取消绿冲后再反应。最后别忘了，摔跤才是老伤的天职啊！到这里应该明白SAE 的强不是只在伤害跟无敌，更重要的是 SAE 能让老伤继续攻击，是一个大伤害且兼顾回馈的 SAE。但除了经验、抓跳跟破招，要如何增加稳定的使用率呢？ SAE 连段确反
首先是各种大缺反，选择会浮空的攻击。这是牺牲伤害跟资源换稳定的接法，插喉取消绿冲，站中角再木压 SAE， 这连法对于大部分玩家应该也比较友善。不过只有前中角跟蓄力跳中角高度是稳定且刚好的，站中角跟下重手吃运气跟体感就非常不建议用这种方式解插核。插核主要问题是往往都很远，所以连段会以又快又远的绿冲站轻角优先，但轻角加 SAE 可以拆指令成正转轻角、正转角，想要一次搬进角落可以多花点动力。绿冲轻角取消绿冲膝盖插喉 SAE。一个比较特别的斜下重角打插核，绿冲膝盖插喉 SAE， 成功可以快速把敌人往角落搬。但是太靠近角落，膝盖高度不够，插喉会打不到，因此要改成头锤。另外，斜下重角第5伏有对摔无敌，所以可以拿来打解摔。但会说特别，就是因为发生太慢了，那插核不容易，骗解摔失败被挡住负18大阙，风险太大，而几乎不会选择使用。这部分就做个补充而已。DI， 再来是 DI 惩罚康斯，但其实场中 DI 接 SAE， 我觉得都不如头锤插喉 ODPP。不过动力不足时啊，也还是有用。真要说回馈好的是绿冲膝盖插喉 SAE， 绿冲多滑点在膝盖，综合起来将近搬了半场，有机会提早进入角落 SAE， 角落反 DI 时换边。还有角落 DI 确反时换边。DI 上墙插喉加 SAE， 或者 DI 上墙下中手 SAE。SA2 SA2 加 SAE 是最有机会发生的，前插喉 SAE。体感头锤 SAE， 收血时要用这比较痛。绿冲膝盖插喉 SAE 搬运。角落限定体感站中角 SAE， 比场中头锤容易。角落限定下中手消费插喉 OTPP SAE 非常痛，有的起始连段综合起来还会超过 SA3 连段，打晕。前1次或2次消费，后跳消费 PP 要压着6，体感3 MP OTPP SAE。延迟绿冲延迟下中手或绿冲延迟膝盖，压制时打到跳会浮空，体感插喉 OTPP SAE 都是很临时的状况，且也看对手跳的时机，所以只能从 OTPP 打到的高度判断能不能接 SAE， 不能就果断放弃，改有力压起身，需要些经验累积目测位置。实战验证只是 RK 很巧都排到重复的角色呵呵。玛丽莎的重脚啊，要用老沙要用重脚去，像这样子。
他刚刚一度都只在注意空中，再试试看吧。搬运，这是搬运。哦，有。哇，素材耶！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素材有嘞，有一个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哦吼！这是我们的时刻。我们知道，机会永远在这。帅耶！影片结束喽，谢谢你看我的影片，希望你还喜欢，下次见喽。